就是很多人都问我啊，张老师，你他妈讲人民币，跟美元1:8、1:10、1:20，现在他妈变成1:6.8了，怎么回事？人民币为什么持续升值？对，那这个事儿得好好研究一下啊！上次他妈问我，上海成立人民币国际兑换的时候，全球兑换的时候我还都没在意，因为这个事儿在我的头脑里一直潜意识的感觉，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了。就是人民币越来越不像一个货币了，这是我经常说的话，对吧？从人民币开始升值，我就跟大家讲，人民币越来越不像个货币，不能自由流通，不能自由兑换、存取等等。但是里面到底怎么回事，我还真的没有深入研究，每天选题太多了。那这一次呢，因为上海这个交易中心也有我朋友在这里老问我，我就好好的去研究了一下。那继续老习惯，摆事实讲道理，大量的资料查询，大量东西，明白了。最后跟上整个体系想明白了然后再找我内部的关联人员验证，一点问题都没有，国内国外的专业人士所以这次我就掰开了揉碎了，把里面人民币对美元对全球货币升值的因果完全给大家讲明白，听明白，大家以后就不问我了，好吧？再也不会问我了大家记住人民币在你眼里是一个货币。其实呢，你们现在看人民币对美元的1:6.8，跟大家讲，这个都是一个很高的东西。人民币这个东西呢，在以前，在1971年、72年应该叫准确说之前，跟全世界所有的货币没有任何关系。也就这个玩意儿，这张纸除了中国国内有人在用，你在国外任何地点场合，它都是一张废纸，包括在苏联在内。那1971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成为联合国成员。那个时候，人民币就开始具备了跟全世界其他货币兑换的法理基础。那有了法理基础之后，上世纪1972年到1980年这期间，你们现在看1:6.8，当年人民币跟美元全世界看到的汇率一样的一样的，是1美元兑换1块5毛钱人民币。人民币值钱吧？就是人民币跟美元几乎是等价的差一点1/3，1美元兑换1.5元人民币。但是大家记住了这个东西在真正的人民币跟美元兑换中是不存在的。只要不是拿到国家的特殊的资格的机构和个人没有额度，没有审批，如果你要想拿人民币换成美元在70年代那个时候，黑市的兑换价格正常是1美元兑换10块钱到20块钱人民币之间，官方1:1.5，私下1:10到1:20一会儿我讲为什么会这样，一会儿我讲。此后1981年之后，兑换比例逐渐上升，81年1:1.7， 82年1:1.89， 83年1:1.97， 84年1:1.23， 85年1:1.29，逐渐上升。那伴随官方人民币越来越不值钱，美元越来越值钱1:2.93比1:1.5多了，对吧？那实际上呢，黑市中兑换美元的价格还一直在下跌。什么时候黑市跟公开差不多了？2026年，美元官方对人民币的价格在 1.8 左右，黑市也是这个价。你除了因为没有额度，黑市也能换到。所以中共从2026年之后开始汇率改革。2027年名义上中共国的公民拥有了每年可以到银行换取一定美元额度的权利。那2027年这一年有这个权利的时候，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1:7.3到1:7.8之间，记住了1:7.8之间。实际上这时候最关键的是什么？是人民币真的不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的货币了，而具备了在国际上当作货币使用的金融属性下面你听明白就知道了，金融属性
这个话是啥意思？也就是在这个之前啊，2029年啊，截止的还不是2027，2029年，因为2029年中国开始实施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人民币正式进入了 SWIFT 系统。啊，全球开始有金融机构能正式拿人民币跟外币进行兑换了，这是跨时代意义的。人民币真的变成货币了，啥意思？也就是在2029年之前，人民币不是在国际上不叫货币，叫做中共国商场发行的购物券。也就是购物券这个人民币，除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它有一个面值，比如这个面值1块1美元等于 1.5 元人民币，这是面值，面值是很贵的。但是只要不打算拿这张购物券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买东西的，没有这种需求的，这个面值没有任何价值。听得明白了吗？没有任何价值。真的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去买东西的啊，去买东西的，如果使用的美元，这个面值也没有价值。按照当时东西的价值会有一个美元定价啊，所以很简单，这个根本就不是货币，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场自行发行的购物券，自行印刷了一个购物券跟国际最流行货币的美元对价。那这个对价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认可，干嘛用？国内有人拿这张购物券换美元，有审批额度的时候可以使用，剩下的全世界无人认可。听明白了？那么这个路一直走到了2009年，所以大家就理解啊，这购物券为什么在黑市上1美元能换10到20块钱人民币，这是这张购物券真实的票面价值和真实价值之间的差距。也就是表面上它1块钱只有 1.5 美元之一，实际上1块钱指的是1/10到1/20的美元啊，真实价格这张购物券啊。那为什么换了以后购物券可以在国内自己买东西啊？不用说了啊。但是1980年之后一直到2009年之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出的这个大超市商场能卖给全世界的东西越来越多，那越来越多的时候就需要美元真正进行结算，那这个购物券的价格跟真实美元结算的价格差距差的这么大，且购物的人还不停的，国内的人要把它出去变成美元，美元要结汇回来啊，结汇中共很高兴，因为结的人民币很少啊，人民币创造出来再去卖啊，当然这种东西都是卖出去的，买东西的很少，很高兴，但是这个过程太复杂。而由于几乎都是卖往出卖，买的很少，所以呢，到2009年之前，中共手里结算的美元特别多，大量的多。那这时候依据这些美元，还印刷了很多人民币叫外汇占款，也很麻烦啊。所以2009年的人民币的最关键在哪儿？它开始正式走向当做货币这条路了。完成了跨境结算的实验之后，2010年香港成立了全世界第一个离岸人民币的市场 CNH， 离岸人民币 CNH。 这个时候人民币就开始像全世界所有货币一样，准备具备贸易跟金融两种属性啊。但是大家因为也都知道，它毕竟离岸跟在岸人民币两套不同的系统，不能自由的兑换交易兑换体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很多个坎儿啊，可以需要跨过啊。那方便谁了？就是经常跟中共国做贸易的商家，在这个市场中，他不用再把人民币跟其他货币之间兑换了啊。他跟你经常做贸易，他从你这儿卖给你东西拿了人民币，然后再从人民币从你这儿买东西，再卖再买啊，都是人民币去计价。由于在这个过程中不存在于一个把人民币变成美元变成其他外币的过程，所以人民币跟什么货币有什么兑换的价格没关系。但是这种交易的形式越来越多，而且都是自由化的交易，人民币又在海外使用的量变大，具备了自由兑换的金融属性，所以人民币呢
不光是有很多的银行开始可以兑换人民币，而且外汇的现汇跟期汇交易市场有一些也增加了人民币这个品种，这个产品的品种那个时候告诉大家，2010年到2015年这个里面最大区别在哪儿？就是你在海外，哪怕在海外很多银行金融机构，你兑换人民币买入卖出价也是按照买入卖出价，那是人民币最好的时光别着急，下面就知道为什么了这个时候如果正常那么发展下去，2010年到15年正常发展下去，如果中国共产党自己不故意干坏事儿，人民币往这个趋势走，它可能真的有一天慢慢就会进化成一个国际重要的能自由兑换的货币了当然中国共产党不可能不干坏事因为人民币只要成为这样的跨境货币，在全世界进行交易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个结算的这个报文系统 SWIFT 系统就是它必须要重要使用的，而人民币一旦在 SWIFT 系统里进行流通跟交易，那它所有的交易过程都是被监管和被审核到的可是这个时候，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中共大范围的增加了比如说跟伊朗的石油走私，俄罗斯的军火贸易墨西哥的毒品原材料芬太尼前体走私贸易甚至柬埔寨泰国的电诈系统增加，那这些东西是不能走 SWIFT 系统的，走到 SWIFT 系统里那就会被监管被审查，中共的政治就要问问题灰色跟黑色的东西越来越多，这就是2015年开始 CIPS 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共需要一个不可能被国际监管和审核的资金的金融机构中的交易系统，这里面所有的信息不进 SWIFT 系统，不被 SWIFT 监管，这个东西就是 CIPS 中共创造2015年 CIPS 里面跑的只有人民币，而且接入的几乎所有的核心银行都是被国际惩罚监管不在里面的，比如说伊朗的银行、俄罗斯的银行、墨西哥的、柬埔寨的大量的这种银行都在这个系统里，而且接入这个系统 SWIFT 系统也不能监管。那这里面的交易主体人民币，除了中共跟交易的对方银行谁也看不见，国际也无法审核，这时候人民币就成为了全世界极重要的黑产灰产产业链的重要的这种交换的体系，交换依据价值尺度就变成了它了。那随之而来的呢，就是它在 SWIFT 系统上的份额就越来越少。所以大家都知道2023年左右，中国的人民币在 SWIFT 系统上全世界的货币交易最多达到过 5% 左右，现在就剩 2% 左右了为什么不在那儿跑了？那是被监控和监管的不是全世界使用离岸人民币的份额少了，而是全世界光明正大的使用人民币的份额快速减少了越来越多的底层都在跟中共进行的交易，贸易在飞速的增长。那 SWIFT 上这么差这么少，怎么中共的贸易会这么大？而且结算出后明确看到美元外币外汇储备不增长，但是贸易海量增长，那一定是离岸人民币交易额这么大，可是 SWIFT 的份额又这么少因为都走 CIPS， 大家明白了吗都走 CIPS在这个贸易体系里使用离岸人民币灰色黑色的一起走，可是不管它是什么颜色，灰色白色黑色，只要海关报这儿出去了，全在海关的交易总数里都记作贸易总数。这时候的人民币贸易属性购物券属性越来越强大，但是由于人民币的主体交易脱离 SWIFT所以导致人民币的金融属性很差所以你现在发现的特点跟有人说2010年跟现在差别什么？很简单，你再拿着人民币，哪怕去中资银行，什么中国银行、伦敦分行，你去拿人民币兑换美元，很多海外中资机构不给兑换，然后给你兑换的能到多少？到1:8甚至更高2010年的时候曾经到过跟国际汇率差不多，而现在
你比如说1.6，1比6.8，你去兑换，人家得跟你要1比8，不是 exchange， 是银行。为什么不要人民币？人家要的人民币不知道干嘛用，也就是人民币只存在于购物券的属性，也就是如果跟中共做贸易在 CIPS 里跑，你需要，而不在里面跑的人不需要，且在里面跑的人没地儿把人民币换成外币。实际上，这个时候人民币在2015年以后，越来越多的又走回到购物券属性，明白了吗？只是这个购物券跟40多年前中共发行的购物券不一样，因为中共国这个大商场已经有了大量外国需要的东西，甚至灰产黑产不可或缺的东西所以购物券的价格高低，中共就有很大的控制空间在里面。反正大家也不打算把人民币换成外币，也没地儿换成外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而由于这种流动性缩小，一会儿我讲香港市场就知道了，所以卖空市场就变得很艰辛，因为流动性很差，卖空市场加的倍数就很少。你卖空购买的中共有人民币的大本源，它可以无限多的让你卖空市场去这个爆仓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个价格中共就开始能控制。这个时候中共做的不是增加人民币的金融属性、国际自由兑换属性，而是继续增加贸易属性，只在 SWIFT 系统保持最有限的交易属性就行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它要保持这个属性，它负担的成本很贵，通过贸易定了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就跟当年我说的购物券一样，印在上面，真实的当年没人换，现在一样没人换。国际金融市场对这个东西不行了那结果呢，就是比如说香港金融管理局2026年3月份发布的货币与金融稳定半年度报告中，很清楚的写了2025年全年香港人民币的日均结算额只有2.51万亿人民币，而2024年这个数字是3.09万亿，日均交易量缩水了19%，而2024比2023年又缩水了15%，而2026年1月份清算总量同比继续下跌12%。与之匹配的是2025年7月到2020年1月半年时间里，香港银行处理的人民币结算总额6.53万亿人民币，而上一年同期是7.86万亿人民币。啥意思？就是 CIPS 以外，全世界交易人民币体系都在快速萎缩，因为大家发现人民币除了购物券属性，金融属性越来越差，连续2年每年都是2位数以上、大2位数以上的萎缩，你就知道这是香港什么情况了。可是 SWIFT 的系统如果萎缩的额度太多听不懂的没关系有点绕，咱们讲的专业知识听不懂大家就可以睡觉了我只是想把这个东西彻底给大家讲明白了，听得懂的继续听，听不懂就可以睡觉了，比较复杂人民币在 SWIFT 系统里快速减少，那人民币作为货币的金融属性的国际信用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那虽然这边的贸易中共可以控制，可是这边差了，不具备货币属性，那在全世界人民币就有一天像当年一样被打回到全世界都不认可是货币的地步，又不能这么办。但是现状我讲了，确实海外机构大家都不要人民币，人民币跟其他的外币兑换，因为它没有金融属性，只要没有贸易需求都不要，兑换的银行越来越少。为了维持 SWIFT 系统中这种交易量，特别是保障这几年中共在海外那种大规模的人民币和这个国家本币，像巴西、阿根廷等互换的中心的这种情况的往来，所以怎么办？这个也就是现在在上海由中农工建交通中信6家银行组成人民币国际兑换中心的来源要不然的话都不用怎么办呢？我上次嘲笑了这个说法了，说它这个稳定汇率套现现在这个这个还真不是主要的东西。现在我就明白了，它跟金融机构实施交易干嘛？都是提前跟一些国际著名金融机构一些往来签订了合同。在 SWIFT 系统里面签订什么合同？就是这些机构如果收了人民币
啊，按照当时的备案价或对赌协议，由这6家银行可以把这些人民币自由兑换成国际的主流货币，这样就可以保证世界上大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在跟这些银行签署协议的范围内，可以继续使用人民币，就是可以收人民币啊，不要像我似的去伦敦的中国银行，它都不要人民币啊，它就可以收。为什么？因为它有额度，可以在这儿继续换成外币，中间的差价还能挣。所以等于是中共在这儿给大家口子，不能开到香港，因为这里面的很多交易其实也是灰色的，所以不能开到香港，因为这里面的备案价呀、对赌啊，很多东西都是不符合国际上的法律和法规的啊。开到上海呢，没法审核了，没法审查了。那么按照目前这种汇率啊，1比6.8甚至1比6，那人民币在贸易中肯定是好的，因为你想想它值美元呀，表面上值啊，虽然对双方都没有，听起来也好听啊，印在购物券上的啊，但是呢，你要印的太高呢，那些国际机构呢就会担心你哪怕有备案价跟对赌价，到时候你也不履约，所以还不能印的特别高啊，那就按照相关的规则，让人民币保持在一个相对高位。这里面会出现巨大的风险，就是中共国内的民众和有额度的企业疯狂的去换美元，因为人民币对美元有值。如果这种景象出现，那中共就要亏死了，因为毕竟国际那么高，你要真的去他妈6.8到银行换，那不亏死了吗？所以表面上中共让大家换美元政策不变，实际我们看得见疯狂的用实际行为收紧所有的美元。比如说咱们都知道，我跟大家说过，1000美元以上的兑换，详细的备案写明白理由，1000美元就得海外你美股的投资那么全拿回来香港的银行的储存全他妈拿回来，海外市场都拿回来，把所有外面的钱全给我拿回来。也就是中国公民，由于中国公民在没有第2本护照的话，你在全世界任何国家再开立银行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除非你去那工作打工，有正常的工作没有正常的工作，你在全世界其他地方开不了银行账户，那你就没有机会把你的人民币兑换成美元。你说每年就去旅游，你旅游那点钱人家问得很清楚，你买什么问得很清楚，所以这样子的话就会大范围的缩小国内的人利用这个政策换成美元，别管是自己存了还是用了。而且这个架势不光是从资本市场，现在国家开始出政策，像实体市场，海外买房子的买车子的都得解释对你为什么买，因为你兑换的钱是不允许你在海外进行投资的写得很清楚不允许投资的，所以你的投资就会有问题然后这几年呢，咱们也知道去旅游的人花钱的人越来越少，留学的人更是快速的下降，咱们都看得见所以这样子的话，这边全抽紧了就把这个窟窿补上然后这边呢给你出个价格讲这么多，大家听明白了吗？大家听明白了吗？也就是1949年到1972年人民币这个玩意儿，除了中共国民众可以看到海外就是废纸，一点价值都没有。那1972年到2008年它是变化的开始逐渐多，但是开始很长阶段人民币大部分时间仅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场的购物券，购物券上印一个汇率，这个汇率最开始很多年海外认可的人完全没有随着贸易发展开始增加，美元储备增加现在又没有美元储备了咱们先说一下中国又没有美元储备了由于在庞大美元储备的时候，2009年美元极多的时候中共开始自由国际兑换的试点，这个时候呢干嘛呢？国内有一个叫什么外汇占款余额跟美元的对比。2010年香港人民币开始真正成为国际化货币发展。我讲了那个条件如果继续下去，可能它就开始变成真正国际化的某种货币了。但是这个坎儿到2015年不光没有跨过去由于想做黑暗的贸易很多交易最后 CIPS 出现之后，习近平上台2015年以后人民币又回到原有的购物券属性试图脱离国际所有金融领域的监管
退出 SWIFT 系统，然后开始进行大量 CIPS 的灰色跟黑色的贸易。中共呢，傻逼习近平管这个叫人民币国际化的全面展开，这他妈是国际化吗？这是国际化吗？伴随黑暗领域中越来越多的在 CIPS 使用人民币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再说一遍，这就是贸易疯狂增长，外汇储备不增还减少这他妈怎么都解释不清楚，现在你就明白了。然后 SWIFT 系统的份额还在越来越少，那些钱都在 CIPS 上，懂了吗？ CIPS 上只有人民币，离岸人民币来回来去跑，所以这个时候对海外什么价格没关系，购物券那又担心完全脱离了 SWIFT 系统的监管，就购物券就再也没有人认了，你到国外没有了，所以还得保持它的流通性。但是流动性人家使用了人民币跟国际的比如美元兑换，人他妈没人要怎么办？在上海成立了这样子的离岸的人民币的交易中心，来给所有的收海外人民币的金融机构托底儿你们收到了我就回来。但总之人民币大趋势快速恢复原有的购物券属性那咱们也都明白了，你们在国内拿到人民币的可能性怎么样拿到美元的可能性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这个就别看那个给你放那个公开的兑换价你得有名正言顺的去旅游去什么上学你得有特别名正言顺且查得到所有依据的这种东西才拿得到。海外的这种贸易的机构也是一样，明确的要有对方的很多资料资质进出口所有单子才可能涉及到批准相关的额度管理极端的严格。那再往后呢，要是慢慢的恢复，这就是跟倒着的就是现在我们体会的是1980年到2009年那个过程的倒置，倒着来一遍。人民币往后呢，就越来越多的会重于它的购物券属性也就是你拿这个东西到全世界呢就别太用了也没有什么太多用的需求了人民币你要真的想用呢，估计以后还是去黑市。其实现在中共国已经开始了，很多地方已经在底下是用黑市的价格换美元了底下人家换成美元，毕竟美元是货币永远能使所以已经在用购物券换美国，这个价格换美元，这个价格已经在上涨就是我讲的就是完全在倒置，就跟当年那个过程原来是这么走的，现在就倒着来所以这个就是目前我推导这么多，告诉大家肯定没有任何问题，我经过验证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发言权的，我肯定要经过验证的，找专业的金融机构整体去研究，拿数据体系各种东西为我以前抱歉预测1:8，因为我的前提人民币还是货币确实没有考虑到中国共产党底线这么低这个问题已经好多次了，就是已经把中国共产党想得很烂了，但是还是没有想到这么烂就是中国共产党自己这么烂现在你们使用的人民币，抱歉，跟10年前2015年那个时候的人民币在国际上本质不是一种东西，它现在已经几乎恢复成一个购物券了已经恢复成一个购物券了，你们使用基本也是在国内去使用了，好吧换美元肯定没有问题，大家明白了吗？整个我把这个事讲清楚了吗？是不是过程很复杂？讲清楚了吧？以后就不用再去提问人民币的事了，我们都叫人民币我们可以认为在改革之前嘛，2026年、2027年之前的人民币不一样，那个人民币跟2010年到2015年的人民币本质不是一种东西，2015年人民币跟现在人民币也不是一种东西，好吧，也不是一种东西有人告诉我换越南盾对，是你换越南盾换柬埔寨的什么货币都是没问题。那我请问你一句，你的越南盾换美元是按照官方牌照吗？对呀，你的官方的越南盾的美元买入价卖出价 OK 吗？
好吧？如果你在 exchange 上，现在你们有人在 exchange 上换，在银行里换，可以把你们真实换的这种国际上能自由兑换的货币的兑换比例写在上面，自由兑换比例写在上面，放在上边。香港是国际都市，香港的机构也要被国际监管，上海谁也监管不了的。就是你有一些在金融上签的这种协议，做这种业务还是违规的所以在香港是会有问题的，但是上海没人管。中国共产党的体系保持 RMB 的金融属性因为现在全世界你会发现人民币这个特点，你发现了吗？所有拿贸易的，比如说哪怕是阿根廷、巴西这些公司这些机构，他拿人民币跟中国做了买卖，这个人民币还会用回到中国，储存回中国。人家国家的货币，我使美元、使欧元、使英镑、使日元，我从你这儿拿了美元、拿了英镑，我可以把这美元、英镑去买其他的东西，或者兑换其他的货币。但是使用人民币的很神奇，他使用你人民币的，他一定用了人民币，他再买回去。他连拿这个人民币跟其他也使用人民币的做交易的都不会去做。大家去互联网查一下，问问人工智能就知道。我跟大家讲的东西都要去查的也就是使用人民币，一旦你接受了人民币，你会发现很神奇的现象，就是你不用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你这个人民币只要是你是批量化的做业务，你这个人民币你没用的，你换一换，它是购物券。我再说一遍，你别看它标1.6.8那你说我1.8、1.9能不能换出外币？能换出，但是你干吗？因为你做的是按照1比6.8做的结算拿的人民币，所以所有人民币的人，他只能再把人民币再怎么样，再买回去，或者存回到中国开的什么机构，或者里面拿什么东西拿利息，或者干嘛，或者是发债，人民币的国际债，在海外发行的人民币国际债，利息都很高，一年5%、8%。别看国内利息这么低，那我怎么办呢？我就把我的拿着人民币去购买了海外的人民币债券，然后吃利息我因为我拿的不是货币，所以我拿的这个人民币买就干不了其他货币的事，只能再跟中国发生交易。大家听得懂抱歉我这个有点乱讲的所以现在明白了吗？特点跟其他所有货币不一样，因为它不具备货币特点，它是个购物券。对呀买卖之间不用人民币交易，就是我们相互之间都有人民币的，也不用人民币做交易因为不确定人民币交易，我吃了你人民币，我卖你东西，我拿到你人民币，我还能不能用我拿到的人民币再去中国买东西？我也不知道我拿到的人民币还能不能买别的。所以即使我用人民币跟国内跟中国做，你也用做，但是我们之间交易，只要我没有人民币的需求，我不会去跟你用人民币去做交易甭管是什么古巴、美国、伊朗、南非都是这样子的阿根廷都是这样的，使用人民币的地方。UIDT 能换呀 ，UIDT 跟这个没关系 ，UIDT 是美元的代金券UIDT 没关系的。美元5万额度你怎么换出来？你去看一看，人家不是自由兑换，不是你到那说我拿人民币换5万美元，现在要求你那5万美元要按照中国共产党给你约束的范围去换，也就是你要出国去哪儿旅游，什么目的干什么能换多少，你家里有孩子去留学什么什么东西能换多少，就是你要按照这个条例去换。很多人的错误理解，老以为我们有5万美元的兑换额度，我到了银行就给换。您讲的是2010年到2015年，我再说一遍，2010年到2015年确实银行对这个管理很不严格，你拿了额度，你到银行基本就给你换，因为美元太多了储备。那现在不是没有，所以现在您到银行不是你要换多少，是你换美元的目的放在这儿你说我换美元为了投资，为了海外去买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换我要去海外买保险，我要去香港投个基金。所有我讲这些东西，你去看看去官网看一下，银行不给你换，不允许使用这些目的换美元。这5万美元额度不是你自由兑换的美元额度，而是在中共规定只能干这几件事的时候的换的额度。而你如果不干这几件事，我不出国旅游，
那抱歉，你5万美元就换不了，1分都换不了，明白了？中国没有这么多美元啊，所以它只会维持 SWIFT 系统上的交易额度，听明白？它不会扩大，也就是它可能只跟20-30家银行签了相关协议，根据自己的体量，因为它如果跟过多金融机构签了协议啊，它为了扩大金融属性啊，让你们收了人民币，这边我虽然做贸易，你们收人民币都可以卖给我，那他妈我没有那么多美元，我不就崩盘了吗？所以它只跟相关的机构维持在 SWIFT 上的份额，让大家看起来貌似人民币还在 SWIFT 上它有交易额，人民币跟美元兑换这个比例貌似是被这个交易体系自动认可的啊，但实际上他知道，如果他没有上海这个交易中心产生的购买，他在 SWIFT 上的份额会快速减少。因为跟 CPIS 2个人做交易是矛盾的，他在这边定的外汇。我跟大家再说一遍啊，你要在海外生活的人很简单，你去当地的银行，你去问问能不能兑换人民币，有银行允许兑换人民币功能的，你看看现在的你兑换的价格是多少，人民币跟你的美元也好，主流货币兑换价格是多少，你就明白了。就为什么不收人民币啊？因为确实它不具备货币属性。所以银行不收，收完了以后呢，就一点，所以它在 SWIFT 上的维持这么多就够了。国内可以换美元的，换美元没有投资渠道，你怎么换美元啊？国内怎么换美元？我也想知道，你给我讲讲国内怎么换美元。1000美元以上的，你都得明确你兑换美元的目的，且这个目的一定是符合国家法律法规、银行认可的。你怎么去做这个？你说我去旅游，他要你旅行社的相关的东西，要你的签证，要你的机票和相关手续。对呀，怎么在国内换？怎么在国内换？黄金留着，黄金好啊，黄金留着没问题，对冲风险，黄金留着呀，黄金没啥的呀。手机 APP 汇了5万美元，没有要求你出具5万美元汇款的相关证明和资料呢？你别着急啊，你等着，你这5万美元会死掉的。就很多人都觉得，哎呀，我在2025年，我跟大家讲一下，你在2025年啊，很多人讲啊，说我在2025年、2026年啊，贾老师，我没事我这个汇出去钱了，我没被监管，我幸福。我告诉你，等着啊！大家看一下北大荒，好好看一下北大荒。北大荒上市公司，上市公司600598，看一下啊，这是上证的600598。北大荒这公司呢，要求什么？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合计11.1亿元啊！你看一下2021年到2025年，你看一下这个案子你就知道了。看一下案子就知道什么叫倒查30年，就是你可别乐呵，中共不会放弃你们任何一个人的。中共在没钱的时候能让你钻这个漏洞，你真的有点想多了啊！翟老师，我去年也是一样，换了5万我汇出去，今年5万汇出去了。我跟你说，你等着吧，就跟你那前2年炒股一样的。啊，你等着，一定会有人找你，100%会有人向你寻求5万美元的去向，合法去向。因为我知道他们在整房子的事啊，我知道最近他们上面在整房子的事，前段时间整美股啊，等香港开户，这段时间在整就固定资产投资的事，就是你这个钱你要给他说不清楚。你是符合国家外汇个人，因为你不许投资、买房子、买股票都不允许。你讲不清楚这5万美元的用途，那你问题可就大了。我先告诉你，问题可就大了啊！如果这还可能甚至于涉及到刑事责任呢。所以你们现在说换5万美元啊，27年还能不能 APP 汇出去？哎呀，你要不然你就认吧，跑吧。不跑，我就告诉你，你这5万美元是好大的麻烦。现在不是换不换，我不是给你们讲过了吗？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去向换，就是不是在于你换多少，是你要拿钱干什么。听明白了吗？为什么给你讲？刚才说北大荒，就是中共在倒查。你懂什么叫倒查吗？啊，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中共前面现在这5个月财政税收10万亿？啊，这个增加税收4点多，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什么叫倒查？听得明白了吗？就是你以前大量的，你以为你擦了边了啊，这些那些了，不管你不是，中共可不会这么干的。中国共产党现在都是信息化管理，
你干的所有事他都清楚，除非你有背景有后台，你有背景有后台那咱管不了啊，你就是中共的白手套咱管不了，否则我会建议所有干这些事的人就跟你贷了钱没还一样，赶快润出来，你只有润出来中共的倒查才没办法，你不润出来都有麻烦，听懂吗？都有麻烦啊，好吧？倒查了这么多了，你还在想什么？美股在倒查，国外所有的税收，只要信息能够互换居民信息的都在查税，在倒查。香港的中国内陆人投资在倒查，这么多企业的税在倒查，社保也在倒查，什么挂靠的乱七八糟都不算数，得重新交钱，以前交的钱都作废，都在倒查。倒查是从5年为基准，如果发现问题就不限度倒查几十年。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了现在的大的信息化系统、数据化系统，不是让你们每个人用的，是用来把你们以前该给这个党交的钱，你们所有钻过的空子，全都弥补完，让你补回来的。北大荒交的一大笔钱，主要是罚款跟滞纳金。听明白？这个罚款滞纳金很可怕的，滞纳金按每天去核算。罚款可以到原来应缴税额的5到10倍，甚至更多。倒查换的会查，我告诉你出来，你现在就得做资料，就跟现在香港这些查你的到香港开户的资金合法性一样的，你就得赶快做资料啊！你这几年都干嘛去了？你这些外汇都花在哪儿了？干什么用了？否则你就认出来，知道吗？否则你就认出来。不然的话，你就都看到身边这么多人都在被倒查，都死了，你还抱这个侥幸？你不了解共产党的尿性吗？对吧？你这周围死这么多人了，你要还不了解共产党的尿性，我也不知道该咋办了。